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常州站啊，后面就是常州站7号线的一个地铁站1出口。我今天呢搭乘了2段地铁啊，尤其是在南站换成这个7号线，就一共呢坐了10个站的7号线，来到了常州。这边呢是珠江的一个岛，所以是常州岛。它连接黄埔，还有就是番禺。这段时间没来了，这个地方真的变得非常的漂亮啊！我就随便在这边骑行一下吧。这条路啊，真的几乎都不认得了啊！以前开车来过很多回，就是从前面的深井一直过来常州，去黄埔军校必经的一条路。原本呢就是一条乡道，但现在呢，你看啊，已经修整得非常的漂亮啊！我的左侧大片的草坪，我的右侧呢是黄埔军校中学，是一个纪念中学。那我就从这里开始呢，没有什么目的的，在常州岛的骑行。今天天气还不错啊，特别是这个树荫底下缓缓骑行呢，还是挺凉快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掉了头啊，向黄埔军校还有常州码头方向骑行。就这个地方呢，以前都是来了又来的地方啊，但是真的景象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的右侧呢盖了很漂亮的大楼啊，不知道是一个纪念馆设施还是一个酒店啊，应该是个酒店，我好像看到是个酒店。那我也到它跟前去转一转吧。既然是一个酒店，看看什么样的酒店能够在这样好的环境当中呢建起来。院士港岭南东方酒店啊，院士港可能讲的就是袁隆平了。怎么了？这还是一个国际会展中心，既然也有保安阻挡去路啊，也无所谓吧。那我们就拐到这条漆成蓝颜色的道路上来骑行一段。以前每次到这边呢，总是看到巨大的工程，搞得非常的凌乱啊。但是转眼间呢，
这边也已经把环境都弄得更干净，看上去呢更有田园的气息啊。还保留这些小河冲，还建了一些仿古的小桥。我看还有不少楼还在建呢。以前呢，我记得这边都是一大片的农田啊，就岛民啊赖以生存的田间劳作。但现在呢，都被清得干干净净啊，就变成了一片绿地，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今天也打算在这边呢，先随意的来骑行一下。你看，完全像一个巨大的公园了。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环保合掌宣传栏。难道这边要学袁隆平进行水稻的种植吗？这里号称呢也是广东万里必道，黄埔区必道啊。既然是必道，我们就去转转吧。哇，本来我想着长洲岛上的长洲站出口呢，应该首先要去打卡的就是黄埔军校，还有常州码头这边啊。但谁知道出来马上就看到一条必道，而且这边呢以前从来没有深入过里面啊。我觉得这个让眼睛真的眼前一亮，非常漂亮的一段骑行道，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啊，先在这样的骑行道上来骑行一圈。虽然呢，长洲岛是一个小岛，但是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岛上也是河冲非常的发达，时不时呢就会见到一些像这种水闸。哦，这里就有很多人在这边钓鱼了。哦，这边呢就是河边了，这一路过去应该可以去到深井。不少人呢还是喜欢钓鱼的。哇，这个环境真的很好啊。先不管37、21啊，先沿着这个长洲岛的岸边新修的这些骑行道上呢，来肆意的骑行一下。常州5号冲水闸，既然有5号冲啊，肯定有1号到4号吧。
这边呢还封了一些水道啊，这个应该是夏季到了，就第二季的到了。既然是这样随意的在岛上骑行啊，咱们也不要纠结自己设定好的一些目的地能否去得到了嘛，就可以骑的地方，风光好的地方呢，就骑下去就对了。这条路还真修得很好啊，不但可以骑行，其实也是可以开车的。这应该就是在短短的这几年里面修建而成的吧。哇，这里真的太美了。看看，从常州岛上来观望一下珠江的风景啊。左前方呢是一个水闸啊，但是建了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物，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像一个桥一样的让大家可以走过去呢？廊桥，哇，这个廊桥很漂亮啊，大家很多人在这边拍照留念呢。这边呢就是一个港口了，我身后呢是一个长堤，其实是一个水闸，这里环境非常优美。前面呢，有些小的帆船，大家乘风在航行。其实今天为什么会到这边来呢？也是因为最近几天老是在网上看到大家分享的帆船航海的视频，就也随意的在地图上就查了一查，在广州有没有这种帆船的港口或者基地。结果第一个挑出来的呢，竟然就是这个常州，就是常州和深井之间的这条河冲。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帆船训练的一个营地吧，当然那些都是一个单帆的小帆船啊，不是那种可以跨海航行的帆船，应该就在前面了啊，等一会儿骑过去看一看。而且今天运气很好啊，就这条长廊呢开着啊，以前有一次来是不开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中间是可以打开的，就跟以前的海珠桥一样的可以打开。那在这个桥上呢，经过在通往前一段的长廊。
现在来到长廊的另外一端啊，其实跟刚刚看到的景色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再留恋一会儿。就这种风景啊，这种真的人少，面河，看到很多的船帆，有很多的小船在这条河里面啊扬帆，我觉得这种风光是非常之美的啊。我身后呢就是河道，然后有很多人呢在这边开这种小帆船，不错。好，我们顺着这条长廊骑下去看看。你就好似左侧呢就是一个游艇的码头，看到不少的游艇啊停在这个码头上，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些没有帆的游艇呢，它就是游艇，但并不是帆船。这边有几个牌子啊，你看中山大学帆船队、中国帆板运动协会、广州云帆体育有限公司，而且还加入了美国帆船联合会、帆船驾驶培训广州云帆分校。就这边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帆船驾驶的培训的啊，这挺有意思的。看看这边有个价格，看看帆船吧。OP 帆船 DC12帆船，一个人呢1个小时是120块钱，有龙骨的帆船呢一个人60到120不等，所以这边呢是可以体验这种小的帆船的乐趣的啊。这边呢就可以更近距离的来看一看这个帆船的基地啊。你看有很多小艇，有很多小帆船啊，当然这些船都很小，1、2个人来驾驶的。看到这个河里面呢还是有很多都是小孩儿，大家锻炼一种胆量啊，就学着操纵这种帆船。所以我觉得对小年轻人接触这样的运动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
现在呢，我推车过桥啊，对面的那个大公园应该就是峰山公园了吧？我记得辛亥革命纪念馆就应该在前面，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呢，再沿着这条河床向前再骑一段。刚刚我从对面过来啊，半道上呢，因为电力不足，我换了一个电池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开我的摄像头，说不定呢，刚刚那段没有拍到啊，但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今天呢，我纯粹就是在这个长洲岛上啊，随意的骑行。我是搭着单车，我是抬着单车搭乘的地铁，在长洲站下的车，然后就沿着长洲新修建的一片公园里面的绿道啊，就到了这边。前面呢有个长廊，我们在长廊上面呢就看到这边开阔的一片，应该是像一个水库啊，或者人工湖。就在对面呢有一个云帆，就海上运动的一个俱乐部，近距离的跟那边的正在进行训练的孩子做了一些交流。就看到现在的孩子啊，真的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。他们呢可以在父母的资助底下，或者他们已经有这样的认知，将来呢要去拥抱大海，但是呢趁着现在年纪还小，就可以在这些江河里面呢先进行一些小帆船的训练，并且呢会参加国内的一些比赛啊。你看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，前方有那么多的这些帆船，看到有一只帆船呢倾覆了啊。但据说这些帆船呢很容易就会倾覆，但是你要想办法把它再扶正。大的这种帆船呢，它有自动翻转的能力啊，所以即便在海上碰到大的风浪呢，很多也可以逢凶化吉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辛亥革命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上了。但是我今天呢，肯定并不打算进到里面去，就在这个纪念馆门口经过一下。这以前呢，曾经也进过几回的，还是非常值得一看啊。对这一段很多中国人，尤其年轻一代啊，都已经有点淡忘的这段历史，还是值得重温一下的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就是反对无效，对不对啊？对面呢就是辛亥革命纪念馆。我后面呢就是辛亥革命纪念馆啊，里面有很大的展馆，如果要进去参观呢，可能也是要花费几个小时的。过了这条马路呢，我的右侧就是中山公园，当然就是纪念孙中山的一个公园。
这边应该可以骑行，我们到里面去转转吧。这个公园还是建得相当不错，还围着一个小湖。右侧呢也做了一些小孩的玩的场地。经过一座小桥，这边呢有个莲花池啊，虽然这个季节莲花都已经败了，到了明年暑假的时候才会重新开放。在中山公园这个树荫底下，沿着小湖边呢，就这么随意的骑行一下，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。这边呢应该是正门了，我的左侧呢是有孙中山的一个立像，新中国的开创者。看到太阳真的完全被打开了，天气变得比较热了啊。今天呢，应该是7号线贯通到常州之后啊，我第一次到这边来骑行，就感觉这边的环境啊，修复得很好。
总之呢，就比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已经是天壤之别。现在经过的呢，就是普通的街市啊，就是老百姓生活的马路。你看啊，两边的这些山川呢，好像也重新做过一些装饰，显得更加整齐了一些。前方呢，有牌子写的辛亥革命纪念馆，200米啊，应该是另外一个口。这边除了中山公园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绿地啊。我看着对面呢有常州的牌坊，准备骑到里面去看。这应该也是一条小的本地的商业街啊，卖水产、卖水果、卖早餐、卖这些各种生活设施的店呢，开了一大堆。这种地方呢，是最真实的当地人的生活写照啊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么里面来。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常州村里的这种生活景象啊。错掉了，又脆又甜的大，1块8，出了一条当地的商业街，现在来到了当地人的居住街。你看这个房子吧，应该都是当地人的住所了。左侧呢是一个很大的祠堂啊，相信是他们村民的活动中心了吧。
这里呢，感觉我上次去黄埔古港村里面差不多。原来左侧就是南洲公园啊，就是村里的一个公园。你看啊，这个公园里面搭的一个戏台，边上呢就是一个祠堂，很美的地方。看到牌子上面写着有常州社工服务站、曾氏宗祠、常州文化站，当然这里也有居委会啊、金莲社等等。继续深入到村里面去探访一下。这感觉虽然是一片乡村啊，还开着好多的店啊，看来广东人真的是乐于做生意的。你看，街边的各种商店、各种服务的商铺，大部分都开着门。现在呢，我站到了这个祠堂的另一侧，看看能不能从这边呢再骑回去。曾氏家训啊，一个大牌坊，应该这边姓曾的人住的不少吧。右侧呢是一个建得非常不错的学校啊，华实初级中学。
刚刚呢，就是从这边进入的长洲村里。现在呢，我往大学城方向去骑行了。我想呢，经过这个长洲村呢，过了桥以后就会进入到深井村。而深井村呢，我曾经有一次开车到那边，停了车以后呢，骑行过的。也是一个蛮古朴的村庄，里边呢也有很多先人的祠堂，当然也有村里的一些社区的设施等等，也都一应俱全啊。所以常州呢，虽然是一个江岛啊，虽然它现在呢通过码头，还有呢桥梁和四周呢有了联络，但确实来讲呢，这边还是看上去人丁兴旺吧。这边呢应该是以前的黄埔船厂，前方是黄船生活区啊，就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吧。以前这种船厂呢，肯定都是大型的国企，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呢，有很多缺乏竞争力啊，所以呢，有些在转型，有些呢就进入到破产程序，但是呢，它也慢慢的把这片地方呢，以后转让出来，变成一片新的社区啊。但这块地方呢，应该还是他们黄埔造船厂的地方。我看我的右侧呢，就是他们的幼儿园。就以前的这种大的国有企业呢，就像一个小的社区，包罗万象啊。从幼儿园到中小学，还有医院，这些服务商业呢，应该都是应有尽有。我还第一次进来啊，这个地方还是蛮大的一片地方，也有一些社区的小公园，但是这些房子呢，就一看就是50、60年代以后啊，慢慢建起来的生活区啊。这种房子呢，结构已经是比较老旧了，功能呢也不太合理了。所以接下去到底何去何从呢？就要看有没有发展商愿意到这边来发展了。所以以前呢，这种大厂就是铁饭碗啊，旱涝保收，一直可以干到退休。但是现在呢，就已经一言难尽了啊。小妞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街道呢是黄船2街，就这个大船厂的生活区里面啊，分成很多条街，一看就是一种独立王国一样的老的社区。所以在这边呢，还是可以看到以前的国有大企业的一个缩影。就从这些旧的房子啊、老的街区呢，还是可以回想到当年国有企业的那种状态。
现在呢，骑出了广船生活区的大门。现在呢，回到荆州北路上了，这是常州岛上的一条主干道。我的左侧呢就是中山公园啊，刚刚我也骑着车到里面呢去闲逛了一下。我的右侧是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，就隔了好久了，又到常州来这么骑车逛逛，觉得很开心，确实见到了环境的变化，而且多了2个地铁站啊，一个常州站，一个前面的深井站，真的交通方便了很多。再穿过村庄，看看能不能去到大学城，进行下一段的骑行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